符咒护身的盲点，看不见的枷锁。有一个年轻上班族国轩，从小被家里叮咛，出门要带符，才不会摔。他信得很真，工作压力大时，他会偷偷去公庙求平安符。女朋友出车祸时，他跑去问乩童要挡煞。换手机壳时，他还会特地挑一个可以放符纸的款式。有一天，他搭捷运上班，突然感觉胸口发烫，一看口袋里的符竟被污水浸湿，墨迹模糊。那一刻他愣住了，那张符还有效吗？更深的问题在他心中浮现，如果神真的在保护我，为什么我会怕符坏掉？许多人都曾有过这样的矛盾，一方面相信有灵能保护自己，另一方面他又生怕万一没拜、没烧、没请、没换新的符会倒霉。这种护身的信仰看似带来安全感，却常让人越靠越怕，越求越不安。我们或许该问，符咒真的有力量吗？它的力量从哪里来？又要付出什么代价？符咒的文化背景，从祈福到依附。在东亚文化中，符咒原本是祝福的象征。古代巫师或道士相信，透过书写特定的符号，可以调动天地的灵气，驱邪避灾。这样的观念延续至今，变成了日常信仰的一部分。开市、搬家、考试、出国、结婚，几乎都有对应的符咒或护身符。而这些符咒之所以受欢迎，有两个原因：一，人对未知的恐惧，我们无法控制未来，就想抓住某种看得见的安全；二，灵界的真实。圣经承认灵界的存在，只是指出并非所有灵都出于神。约翰一书4章1节。换句话说，符咒的确可能有灵，但那灵是否圣洁，是否良善，这才是关键问题。许多人以为贴了符、带了符，就像装了防毒软体，但事实上，有时你安装的反而是病毒程式。国轩后来遇见一位基督徒同事君雅，他跟他分享自己信主前的故事。我以前家里工作上堆满符，有财符、平安符、太岁符，每年都要换新的。可是奇怪的是，我的梦越来越乱，晚上常被压，还听见奇怪的声音。后来我信了耶稣，牧师为我祷告，把那些符全部烧掉。从那天起，我第一次睡得安稳，像有人真的在守护我一样。国轩听得目瞪口呆，他心想，难道那些符真的会带来反效果？圣经早就揭示出这个属灵原则，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，离弃怜爱他们的主。约拿书2章8节，当人倚靠符咒，其实不只是心理安慰，而是把信任转移给一个未知的灵界力量。那力量未必恶意，但若不是出于真神，就可能让人陷入属灵的依附。许多人无法离开符咒，正是因为一拿掉就怕。这种恐惧不是信心，而是一种属灵的捆绑。在申命记18章10到12节，神明却禁止他的子民使用占卜、符咒或招魂等做法，因为那是寻求神以外力量的行为。神并不是要夺去人寻求保护的渴望，而是要我们认识真正的安全不是靠符，而是靠主。使徒行传19章有一段极为震撼的记载，当以弗所许多行邪术的人信主后，他们把咒语书拿出来焚烧，价值高达5万银钱，
那些人不再靠符咒，而是靠耶稣的名得释放。符咒的问题不在纸墨，而在背后的灵。偶像、符咒的力量常源于人对超自然的敬畏与恐惧，但圣经告诉我们，那恐惧不是出于神。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。约翰一书4章18节。真正的灵界安全，不是增加防御符号，而是回到那位创造一切、掌权万有的神。符咒最深的危险，不只是迷信，而是取代了信心的对象。符咒让人把注意力放在物上，而非神上。当人越依赖物件，心就越不自由。心理学上有个名词叫依附焦虑。当一个人无法确定是否被保护，就会抓得更紧。属灵上也是如此，越怕失去庇护，就越无法体验信靠的平安。许多信服的人其实不是在信灵，而是在怕灵。他们不是出于敬畏，而是出于恐惧。这样的心正是撒旦最喜欢的状态。恩典的反转，从恐惧到真平安。当人遇见耶稣，一切都不一样了。福音不是叫人不要怕，而是给你不再需要怕的理由。耶稣曾对门徒说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。约翰福音14章27节。世界的平安要靠条件，靠手段，靠物件，但耶稣的平安是与他同在的结果。一位曾是道士的信徒见证说，以前我画符要准备3天，禁食洁身，生怕有错。但信了主以后，我祷告时只要说一句，主啊，求你保守我，我就感觉心里安静下来。原来真正的平安不在符上，而在神的名里。这就是信仰的反转，从抓住符纸到被神的爱抓住。结语，丢下符才得自由。符咒之所以迷人，是因为它给人可控制的假象，但信仰之所以真实，是因为它邀请你进入被爱保护的关系。或许你也像国轩一样，曾经收过许多符，放在钱包、车上、房间、门口。那些符让你觉得安心，却也让你无法真正放松。耶稣不是要你突然丢掉什么，而是要你先知道，他的爱比任何符都强，比任何灵都大，比任何诅咒都深。因为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战胜黑暗，他不只是护身，更是救命。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约翰福音8章36节。那是从符咒中释放的自由，是灵魂不再惧怕，因为真神亲自护卫的平安。